樊振东不是很老吗？我听这个年纪应该也有，感觉车是0.5，我纯零可以吧？我纯零无所谓。樊振东是咱们国家的那个羽毛球冠军呢。啊，乒乓球，我记错了，乒乓球，这羽毛球。不知道长啥样子，反正我看着不喜欢，我不喜欢。对，你喜欢稍微成熟一点。没有，我不要宽带，我真的不要宽带，只要不是太瘦，然后太胖，我特别宽带。如果我关注列表里面啥都有，对。那个就是什么拍视频的那个刘壮石是你的菜吗？刘壮石嘛，啊，说实话，不是。为什么不是呢？因为我觉得他蛮符合你的。因为他好有感觉，真的。他哪一点我连关注不跟你不是喜欢的不符呢？我就不喜欢他那样子啊，我对他完全没感觉啊，对。是三观吗？不是，是那个长相吗？长相我没感觉，完全没感觉。啊，就是你觉得长相不是你的菜。嗯。那我剧里的龙二是你的菜吗？龙二长啥样啊？我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过你的剧啊。哦，那你应该喜欢，我觉得你应该喜欢什么那个陈建斌之类的吧？陈建斌不喜欢。我给你看，我觉得好看的哦。啊，你是我的什么？谢谢啊！龙二长啥样我不知道，你们谁私发一个，我真不知道，我骗你小狗。他长啥样我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那个亨利，还有那个什么啊，亨利是你的菜吗？亨利现在不是，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哦，他年轻的时候是，对，30几岁的时候吧。哦，嗯，亨利是，我大概知道你其实就是喜欢，只稍微成熟，就是年纪没有那么小的，偏年龄没有那么小的，对，刘壮石我对他完全没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知道很多人喜欢他，我对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，真的。哦，他可能我觉得对面主播应该会喜欢35到40岁左右的，就稍微比他年纪要大一点的，就他的喜好可能偏年龄稍微大一点的，就是如果我按照我32算哦，我按照我32岁算，减去5岁是等于多少？我能减去我能接受25到40，25到42，对。但是更倾向于年纪大一点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无所谓，肯定会有一个倾向嘛，就是你可能，因为我第一任比我小了3岁还是2岁。那第一个可能就不太懂嘛，第二个和第三个呢？第二个大我2、3岁，对。第三个呢25到大我5岁。对呀、都是后边都可能比你年纪大一点。喜欢和他，我能接受跟我长相一样也可以。大个子一般喜欢身材比自己矮小的可爱一点，我不喜欢比自己高的，对，不喜欢什么超过5公分的，180吧，我就喜欢180以下，我不喜欢比自己高，对，最好比我矮一点，对。所以主播喜欢自己这种类型的人吗？我说真的啊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接受。啊，
虎二很不错，我虎二没感觉。我就是完全不，啊我不太喜欢我这种类型的，我喜欢可能更年轻一点。更年轻一点的话，对，我觉得哎，那你说出你抖音上面最喜欢的3个人？你要现场去搜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最喜欢的3个人，我看一下啊，宅男乐，谁啊？宅男乐。不知道，我回头搜一下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叫二把刀，2把刀是纸包鸡啊，而且练得很大。对呀、然后第3个是让我频繁点赞的，第3个但是我其实会喜欢年轻一点。年轻一点的对，哦。2把刀，你竟然会喜欢2把刀那个类型的？二把刀其实会出演下一部剧啊。哦，他会出演下一部剧。对，龙二长啥样我真不知道，我会多说一下。我其实我之前在抖音上有看过你很多片段，但是没什么印象。你就主播，你真的觉得你说这段话是礼貌的吗？啊就我觉得对方就是他有意无意的说的话，就是会我真的没想过，让我觉得他要是在，就是我觉得他在工作里边肯定会因为说话而得罪人。我如果说有什么恶意的话，那我就是傻逼，我就是说出来的。没有，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在社会比较久了，可能就是会就是可能会说话会小心一点点。但我听过你唱的歌啊，你那个歌我都有收藏。对啊，这个真的，那你那歌我有收藏的，对，那首什么挺好听的，对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看你的剧吗？啊因为之前我有下载那个方糖，对吧？啊然后上面看要会员是吧？啊！看到会员，然后我就舍不得充，不然我当时有专门为了要看你的剧去下载那个 APP 了。哇，这如果没有什么会员的话，我肯定看完了，我真的。所以我也非常气愤方糖这个是，对啊，那 B 站有免费的，然后方糖拿过去，然后就要收费，然后这个钱又不是我在收。因为我当下载方糖就专门是为了看你的剧下的，我没对啊，骗你。反正我就很生气啊，他们就有一些人就说啊，我为了看你的剧充的会员，我说没充在我这儿啊。那我不要抠啊！但是如果确实没必要啊。我如果充会员去看你要知道，就是我都充一个。没必要，因为有免费版的呀，为什么大家要去充钱去看？而且他那个会员好像不便宜，20多块钱还是多少钱？反正蛮贵的，我当时我觉得蛮贵的，蛮贵的。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便宜？对啊，就直接去看 B 站。我在其实是这个原因，我没有去看，其实是这个原因。对，我当时真的是下载方糖，就是为了去看你的剧。不会，我不是我跟主播就是主播可能就是不知道，就是可能我的思维逻辑就是什么呢？我就在思考你说话的这个动机是什么，或者说你说这句话就是想表达什么呢？那我就会不是你真的假的？我跟你随便，我就是脱口而出，没有其他意思的。是啊，真的，我也能懂你，就是脱口而出，所以我不会介意。但是我会觉得说啊，他在工作里边肯定是会就是会得罪人，我就会反就是这个一下联想到这儿。对，那我们工作不需要接触啊，不需要接触客户啊。这样你还好，你是那个是那个技术部门嘛？对，不需要接触客户。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案例，就是说你在那个就是喝酒的那个案例啊，我都觉得说反正你都喝了，为什么？就按照我的理解啊，是我觉得你喝酒了，然后把自己弄得不舒服了，但是不舒服的同时，你又喝酒了，又给足了别人面子，
嗯，但是你最后做的那一步，就是在群里发说什么？你是在群里发什么？我当时因为我们请假都要在群里面发，我说那个身体不舒服，明天前我很有礼貌的，然后他们知道我不能喝酒，不，你不要想太多。但是我会觉得说，就是你可以，就是反正我就觉得你最后一步做的就好像有点我既吃了亏，然后又受了伤，然后我又高调的告诉大家我生气了。哦，没有，是每个人请假都要群里面发，他当时有规定的，不是的，你想多，而且我当时不能上班，不是我身体不舒服，我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才去在群里面发的。他说我那就才群里面发，还好。我就说哦，你也太耿直了，就是因为喝酒，然后就在群里大甩脸色。没有，我没有甩脸色哦，我一个脸色都没有甩哦，包括这个事情我没有甩，但是我们老板后面有来跟我讲不好意思，他说后面其实有跟我讲，他说不好意思，当时有点冲动，他其实有跟我这么讲。确实，你的老板这么做，我就会觉得说让彼此都难堪。因为那个客户他当时都再问一遍，那喝茶他肯定也会就哦，我这个喝对，茶，因为我就觉得这种情况下，客户没怎么觉得，但是你要一拍桌子，客户也会觉得说啊，你不尊重我。当时他整个脸色都变了，我当时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脸色什么样子，因为这个让我记忆犹新了，对。但是我就给足面子，我觉得都给足面子啊，对我不会怎么样的，对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主要是我喝酒，不是说我装逼哈，是因为我喝完身体反应太大了。之前因为喝酒的事情导致心跳加速好几次，我是因为这个原因的。那如果我能喝的话，我肯定说，喝个一两瓶，然后这样子过去的。我是身体原因，不然我出去给他们面子喝一点，我无所谓哦。不是，只是因为我是能喝酒的啊，就是我不太懂，我就诚心的就是发问啊，就没有任何的意思啊，就是心跳加速会，就是因为我喝酒不心跳加速，心跳加速会怎么样呢？就是会，就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生理体验，就是心跳加速真犯哦，会发懵。全身犯哦，然后全身一直在冒汗，一直在冒汗，会冒冒汗个把小时，那就挺然后夸张的，心跳特别快，冒汗我觉得就蛮严重对，的。心跳会特别快。我可以听到自己心跳声音啊，真的，我就坐在马桶上面，我可以听到自己心跳声音，哦，很可怕的，那你就是不能喝酒的。不能喝，你这不能喝。我知道我自己喝了你这个就属于你喝多了，你可能会有大问题的那种，千万不能喝了。就是你能听到自己心跳，然后又疯狂冒汗，我觉得这个太吓人了。我觉得这个很严重啊，因为我身边有人喝酒过敏的，没有像我这么严重的，没有，从来就没有。那我觉得冒汗这件事情就很夸张啊，就会冒稀汗，会汗一直往外面冒，对。那千万不能喝，这种就是 PIO，你看 PIO，他跟我一样，就心跳会加速，你知道，跳到100多，很可怕。我当时砰砰砰，我自己可以感觉到他在跳。哇，那还挺厉害的，这个。对，不是说什么自己要装逼在干嘛，其实不这个也点的，对。哦，每个人不一样，你像我喝酒就是完完全全的，就是好像有天赋一样，就是喝完酒脸红，我脸不红心不跳的那种。对你这种是没办法，你这种是很厉害的，对。好像有天赋一样。你现在是在广东吗？我在北京啊，哦，你在北京哦。哎，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啊？北京人，我是黑龙江人。黑龙江的哦。黑龙江你知道是哪儿吧？我知道啊，黑龙江人讲话都挺好听的。我觉得你说话好听啊。我去，我觉得自己说话很难听，难听的，我从来就说我语音发出去，我不会自己回听的，我听了自己说的话，觉得蛮恶心的。对为，什么？我是会觉得自己声音难听，我觉得就是台湾人说话好听啊。我觉得我自己说话反正就很难听。对，刮腔比较重，我觉得这是特色啊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哎，我
本地叫做地瓜腔，我这种话叫地瓜腔，哦，就是说哦，受到闽南语的影响很大，所以叫地瓜腔。我觉得蛮可爱的呀，就是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别人用这种腔调跟我吵架，我吵不起来，我觉得他在撒娇。我一般不会跟人家吵架。谢谢飞鸟合成，因为我吵不起来的。对，我每次吵的话，我可能就中途我就说，我中途就保持沉默，吵不了。对，我吵不了架。所以主播有经历过什么家暴，或者说就是那种就是人格特别不稳定的人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啊，对，有。是家暴还是我没有家暴，他怎么可能家暴？是我家暴吧？对，啊？你是那他性格特别不稳定，是不是？就是他性格不稳定，你知道，就是性格很不稳定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他占有欲太强嘛，就是占有欲太强，然后比如经常他占有欲怎么强了？他经常因为一些莫名的事情就发脾气。对，比如我觉得没什么，然后他就，比如说出去吃什么，对吧？那我就说哦随便，哦随便玩，我要吃这个哦我说随便，他也说随便，那他也随便完之后，我就说哎那就我们就决定吃这个，吃这个之后他也会不开心，然后后面还会拿这个说事情，所以我觉得有点无理取闹。对，神经病他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对。然后有时候说我没有陪他我有时候自己，某个下午出去有事然后没有陪他，他也会在那边吃醋。我说实话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跟他在一起越久，他属于那种我在一起越久，他越喜欢我，就占有欲越来越强。对，我其实能懂他的心理了。对他就经常害怕我跑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是因为我也接触过这样的零，就是他们真的就是通过撒娇，然后去获得安全感。哎，对，就这样子。就是他们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对应该是这样子。他们任性，然后怎么样就作你啊？其实他就是没有安全感。然后只要就是你满足了他，然后他就会变本加厉的更去试探你。然后你要跟他吵架的话，他就不作了，而且他会意识到自己很珍惜这段感情。对，大概就这样子。对，确实这样子，大概就这样但是其实这样会很消耗另外一方。确实。然后对，没错。车不坐一会儿吗？他不会觉得你累吗？我坐着上下班，我不做了。行啊，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呗，改天再连呗。聊到这，好，谢谢图图谢谢。没有啊，谢谢白里，我说你不要乱想，哎，没有，谢谢我们的白里，对，谢谢我们白里小宝贝，谢谢。那我们下次再聊了，谢谢你拜拜。拜拜，哎，谢谢，拜拜。你关吧，我不会关。好像在暗示前任，好熟悉。你说谁啊？你说我在暗示前任吗？我没有暗示前任，我前任不作呀。我前任是傻的，但是他不作。我前任是一点都不作的人，他没有任何的时候作的，他就是想很多事情他都想的非常少的人。站几个小时也厉害。你别净事儿了你，人家站着不是就是另外一种风格吗？你像我坐着，你还觉得我那个就是不认真呢，对不对？
别事儿了，主播有各种各样的风格。哎呀，我刚才忘问了，我觉得那个对面主播应该就是喜欢刀郎那种个性，就是那种外形和那种感觉的人，他应该很喜欢刀郎的歌，我觉得。下一部戏有200刀啊，本来是在深圳拍嘛，但是这次可能就在北京拍了。北京拍我看看他有没有时间过来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一定会要求他过来啊。他说他喜欢虎二，对，虎二是他喜欢的类型，每个人喜欢的就不一样，对话讲有点耿直，对，耿直也没什么坏处，但是，交朋友无所谓，我觉得就每个人不一样嘛。你像我，对方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就是对，就不一样的啊，不一样的。他还是比较的，对，他比较单纯，确实这个词儿用的非常的好。就比如说他刚才说的那点，我就真的我说话挺委婉的，但是就是他就是刚才我不问嘛，就是我觉得你做过的浪漫的事儿有什么样？对，你做过什么浪漫的事儿？他说他买了一个星空灯，然后放着音乐，然后给对象一个惊喜，然后蒙着他的眼睛，然后让他缓缓睁开眼睛，然后一睁开眼全是星空，就是我说话很委婉，但是我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讲的话，那个就真的是，就谁能说出我的点，就是。我就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就是我现在给大家假设一下，就是比如说就是你跟你对象就是3年的纪念日，咱们现在假设一下，你跟你对象3年的纪念日，然后突然有一天你下班回家，然后你的另外一半。然后蒙着你的双眼，然后屋子里有音乐，然后等他给你遮开，就是打开眼睛，然后你看到满屋子的星空灯，星光点点的那种感觉，你会很浪漫吗？你会觉得很浪漫吗？好幼稚。还有什么？就是你们说一下你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感受。浪漫啊，无聊。那个东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东哥啊，就没事在我直播间里啊。这个东哥，我真的就会觉得说，这个人真的是特别的难搞。这个人特别难搞。像年轻的时候做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对方的那个粉丝说的很中肯嘛。他说，我是说不同的阶段嘛，我说不同阶段，然后对方的粉丝就说其实百里经历了很多段感情，对他经历过很多段感情，其实就是每个人可能对浪漫的程度的接受的程度都不太一样啊，对吧？对，化妆大拼盘。就我听到这个东西，我就真心我会觉得说，星空灯，你们知道星空灯这个东西吗？你们买过星空灯吗？我就很好奇，你们买过星空灯吗？你们买过星空灯吗？买过的请扣1，没买过的请扣0。我看看你们没买过星空灯。
买过星空东的请扣1，没买过的请扣0。直播间里是卡了吗？就不参与是吧？还是卡了？哦，直播间是卡的，是不是？染发了吗？我没有染，我染发了，我染发了，没卡啊，就是大家不想参与我的调查是吧？就我买过星空灯，你们知道一个星空灯要100多，将近200块钱。你们要知道一个星空灯要100多或者200块钱。而且真正你买过星空灯的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散光的问题，反正就是，哎呀，那个星空灯照在那个棚顶上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，就效果非常不好。就你们，哎，你们真正买过星空灯的，你就是有的甚至400多块钱，就是刚出的时候那个星空灯就是新鲜玩意儿，然后400多块钱。哎，照出来那个效果特别特别垃圾，我还买过2次，因为我觉得第一次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是因为我买的不好，然后后来我就是又买了1次，我就觉得呈现的效果就是不高清，就完全不高清，然后特别假，廉价感啊，就廉价感，就是它照出来的那个星光点点特别特别的假，就好比就有一种什么感觉，就是那种便宜的那种投影仪的感觉。便宜的投影仪就是它的亮度不够，然后它的清晰度不够，就那种感觉。所以就是100-200块钱就是买这破玩意儿，然后就是你开过1次你就不想再开了这个东西。所以对，就是它真不如吃的好的。对，不如吃的好的。啊，就有一次你知道，就是小大夫，就是前任嘛，前任给我，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他在网上买了一个卡地亚的镯子，就是前任在那个网上，在我过生日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卡地亚的镯子。然后他拿出来的时候，我这人连装都不装的。我说你买这个干啥呀？我说你在哪儿买的呀？他说在网上。我说网上的东西都是看你在网上买奢侈品的70%-80%都是假的。我说你要买奢侈品的话，你起码去专柜去买去，你保真。你在网上买这破玩意儿，而且这破玩意儿是就是有啥用啊？你这600-700块钱，我说你1个月就赚那么少的钱，你说你买这玩意儿干啥？他说是600-700，但是那个专柜的那个镯子不止600-700呀，我就觉得他肯定买假的。我说你赶紧去退。然后他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俩第1年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觉得我非常不浪漫。是不是那个钉子？不是那个钉子，是那个就是，所以我就说不可能有600-700的卡地亚嘛。那个镯子，那个600-700的那个卡地亚镯子，我说怎么可能有这么便宜？他就给我买了一个玩意儿，幸亏能退。对呀，你说卡地亚怎么能600-700呢？对吧？反正他就买了，我说你赶紧退，然后他就觉得我非常非常的不浪漫。这个就是认知上的问题啊，就 love， 对，是这个，是这一款啊。就因为我会觉得就是那个，对呀，你们能懂吧？就因为我买过奢侈品，我大概知道它是多少钱，而且就是我知道一点，就是我既然买奢侈品，我一定去专柜买啊，我一定去专柜买。
什么奥莱呀，那些东西都是奥莱款。对，对。反正我不会蒙着，就是你看我电视剧里是这么拍的，但是电视剧里也是就是桥段。那你现实当中，我觉得最浪漫的事儿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跟你在一起了嘛。就是我觉得啊，我觉得就是过生日最好的，你送他最好的礼物其实就是钱，而且这个钱其实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东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跟他是对象关系，然后就是你俩一起负担着生活的一些这个一个开销嘛。你给他钱，你虽然说你表面上你给他钱了，但是他钱还是用在这个家里，你会觉得这个就算是给他钱，这个钱也是共同参与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平凡的浪漫，就是我觉得很好啊。一起去沙滩喝点比什么都甜。我们就是你真正在海边的人就不怎么会去沙滩。我在惠州那么长时间，我也不怎么去沙滩，都不爱，就是没有那个闲心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在感情里其实就是，就我觉得我还是会比较，就我知道什么是对对方重要的东西。后面就是沙滩，对，是这样。沙滩，我觉得就是你晚上去还蛮好的，但是晚上去有的沙滩还不对外开，人家不让你进去。晚上的海边很少，就是除非那种野海滩让你进去。反正惠州很多的沙滩就是到晚上就清人了，就不让进去了。就是那种野沙滩也不让进去。我剧里边有两场戏不是在沙滩上拍的吗？那个沙滩就晚上就不让。让你说的很真实。分手了，是的，分手了。晚上不吓人吗？两个人不吓人，你一个人是吓人的。对，两个人不吓人，一个人是吓人的。一个人，我不知道这次为什么，就是我现在租的房子，就是我不害怕。要是平常的话，我就是比如说我买那个惠州的第一套房子的时候，那个90多平的一个房子，然后我第一天晚上我居然会害怕，包括住别墅我也会害怕。就是这个房子我就不害怕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一个人，哎呀，就是我今天睡醒了之后，我有点迷迷糊糊的，我在找 Monkey。我居然在找 Monkey， 我就说，哎，自己在家好无聊，我就说那个我就因为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扫地了啊，就是我没拖地没扫地，我发现家里依然干净，就是你不养狗了之后，就家里很干净。对，家里很干净。但我其实还是想把狗接过来的，但我不能把狗接过来，因为这边就是我住的地方是老小区，然后房间又比较小，可能以后如果上学的话又没有时间遛狗。对，就没办法带狗。但我其实，我养 Monkey 都7年了，第1年离开我，就是我养这个狗从来没离开过我。
每次搬家的时候都是狗陪，就是跟我一起住新家，然后我就不害怕。但是我家狗也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真的不得不说一句，就是你看我是养狗的人啊，放到我妈妈那儿养了，我妈妈帮我养。就是我是养狗的人，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抖音上看到那个抖音的视频，我就觉得太假了。就抖音的视频真的好假，就是把狗说的就是特别重情重义，特别懂事儿，我明显感觉到那是摆拍。啊，那我就是有一些狗，它可能是非常非常通人气，但是90%的狗都没有那么聪明。狗这个东西，它是有点傻的，啊，狗这个东西是有点傻的，但10%的狗啊，可能10%的狗它是真的是很通人气。就通人气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，就是你说话它真的能听懂的。有一些狗它其实就听不懂，然后就是有一些就是自媒体博主，然后就是故意的让狗去做这些东西，然后就是去通过文字的方式让大家觉得说，哎，他家狗非常厉害。其实不是，狗这个东西你就是特别是拉布拉多、金毛这种狗啊，你回来的时候它能就表现出很想你，但是你不在的时候，这个狗啊真的不是这样。大部分的狗真的不像你们想象的那种，就是反正我家的 Monkey 啊，就是我不在家和我在家，其实我在家它肯定是更黏着我，就走到哪儿都跟着我。但我不在家，或者说我隔一段时间回家，我觉得它就还好，就没有网上说的那种，所以我就觉得啊还好，就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想了，就觉得说。好像他跟谁在一起都行，而且我家的所有人都喜欢狗，对，肌肉记忆是的，肢体记忆，我家人都非常非常喜欢狗，我姐特别特别喜欢狗，我也喜欢狗，我哥还好，前一段时间我家养了一只就是18年的一个狗狗过世了，然后他们就是就还好，就是我还有一只狗，他们就没有那么伤感，而且因为买别墅嘛，然后就把那个狗狗葬在别墅区里边了，就离还很近，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。很怕面对这种事情。对，品种问题是的，雪纳瑞就小狗是聪明的，哎，就是我跟大家说，其实你们养那种就是大型犬，基本上都比较傻傻憨憨的，越小的狗，比如说那种性格越不好的狗，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越通人气。因为他为什么脾气不好？因为他懂得分寸，他觉得就是人可能越界了，对。后来埋在哪里？就埋在我们小区的那个，就是一个就是他之前是那个一个小水湖，它算是一个湖，然后那个湖干了，所以我们就埋在湖边了，然后让那个。拉布拉多可爱，是的，拉布拉多可爱，但是我觉得拉布拉多就是谁都能领走，对，博美和泰迪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狗狗，但我现在又不，我从小我也不太喜欢小型犬，我还是喜欢，我这么多品种，我还最喜欢的其实就是拉布拉多，其次是泰迪。第三个我觉得是，如果说让我选的第三个狗狗，应该要么呢就是那个，就是那叫什么，就是跟那个三傻还有个什么，跟那个二哈有点像的那个大型狗狗，
跟二哈挺像的那个，毛色也跟二哈挺像的。阿拉斯加，对，阿拉斯加，可能我就喜欢这3种狗，阿拉斯加对。其次可能就是那个萨摩耶啊，就是我都是喜欢大型犬，因为我养过，就是我养过朋友的那个柴犬，我觉得柴犬真的是，柴犬这个东西真的是好奇怪，叫柴犬啊，因为我知道阿拉斯加啊，就是我喜欢阿拉斯加啊。巴金是什么狗啊？京巴啊，就是京巴狗是吗？京巴是吧？欢迎60啊，60是我的小男神，60也是可爱的，但是60的那个60的性格可能有一点点任性。巴金狗，巴金狗到底是什么狗？不是，萨摩耶那个别养了，我的拉布拉多也抓不回来，好像就金毛可能不会，拉布拉多也是这样，啊，特别烦人，柴犬更是撒手没，柴犬就是撒手没的那种，所以就是，唉，柴犬有大狗的那种，柴犬有那种大狗的那种就是食量和毛病，然后有小狗的那个个性不好的那个状态。主播好美，你更美。柯基没敢养，柯基好像就是不好养，是不是？柯基和那个就是那个就那个特别丑的那个狗，就啥来着？就是柯基和那个狗都不好养，那个狗容易就是那个中暑，然后柯基是容易就是那个什么，反正就都不好养，就这种品种。牛头梗不是牛头梗，不是八哥，是那个就是不是，是那个就鼻子特短的那个英国狗，鼻子特别短的那个，然后打呼噜的那个。然后前一段时间疯狂有很多人养的特别丑的狗，对，容易中暑的那个，就那个狗也不好养。英斗啊，法斗非常不好养，听说那种我都不敢养。法斗我养过，而且对法斗不好养，就是朋友的狗我都养过。我给他们遛的时候，我觉得小狗倒是省事儿，小狗他妈拉那点屎就好捡。哎妈，我家大狗那个捡屎袋有的时候一手抓不住的。半夜了，给大家那个讲个故事，哄大家睡觉吧，行不行？啊，我给大家讲个故事，然后哄大家睡觉，好不好？就是咱们也别熬夜，现在是这个2点半了啊，第二天咱们大家还有事儿，你们现在呢就可以把我的手机放在一边，然后呢，我给大家讲故事，好吧？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然后让大家快点睡觉啊！讲完这个故事，我也走了，我也睡觉了啊！对，你把手机放一边就行啊，不用看我也没有太多的动作啊。放点背景音乐啊。哄孩子呢。好了，现在说话的声音和这个背景音乐
OK 吗？就是你们觉得现在的背景音乐和那个说话声音是 OK 的吗？OK 的话我就往下讲。背景音乐大不大？我的直播间里就是没有人互动吗？我问问题也没有人回答我，那就这样吧。我直播间里都是懒逼，音乐声有点小啊，来吧。这样行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音乐声又大了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还是大。那我戴耳机说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声音还大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好了是不是？不大了哈，有声音吗？什么有声音吗？我现在没声音吗？好了，我就给大家讲故事啊。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凌晨2点29分，欢迎大家来到百里屠夫的直播间，我是百里屠夫。为什么这么年轻了？因为那个咱们刮胡子了啊。好了，这样挺好的，是不是？给大家讲一个什么故事呢？有爱情故事，还有友情的故事，你们想听哪个？爱情和友情，你们可以选，爱情还是友情？有没有鬼故事？那你还想不想睡了？想听父子的，我和我爸的故事，还是我和我儿子的故事？
感情是不是？来吧，感情啊、我讲一段我和我讲一段我觉得很遗憾的故事吧。哎，怎么没有背景音乐了？什么是难过，是孤独。来一首《娃曾经》。等一会儿啊。如果离开以后，得到的会是什么？是难过，是孤独，还是接着下一个？好了啊，这首歌比较悲情，给大家讲一个，就是这首歌是不是太悲了？讲一个就是什么呢？讲一个我跟我曾经的一段遗憾吧。其实也不算是遗憾，然后很多人也听过这段关系，就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，我做直播，做了直播。那个时候我跟其实我是2015年做的直播，然后16年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人，那个时候我刚分手，然后有一个人通过软件加了我的微信，然后他就跟我聊天儿，他应该是武汉人，然后从武汉到天津来，就是找亲戚，好像是他姑姑来这边，他为了姑姑来这边，然后就在那个软件上跟我说话，那个时候还有软件，
啊、后来他就来我这儿了，然后我就给他做了葱油拌面，然后他就在这吃，吃完了之后，他出去玩了一会儿，晚上又回来了，然后就在我这儿过个夜，然后我们没有发生关系，因为那段时间我刚分手，但是他就亲我呀，就是折腾了一晚上，就是各种亲，然后就也是蛮主动的一个小孩儿。后来第二天他就没在我这边了，又过了几天他就离开了那个天津，然后从此以后我们就有微信，然后因为他也算是非常我的菜的，他是长什么样子的呢？他是个子大概在1.70米左右，体重大概在65公斤，然后个子小小的，矮矮的，然后身材算是个小猴子吧，年纪看着又非常的年轻的那种，但是其实他的年纪其实比我大2、3岁呢。后来我们就虽然说他离开了天津，但我们依然会有联系。然后他知道我在直播，他就让我给他唱了一首歌，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唱那个那首就是田馥甄的明明你什么你很爱我，什么没理由爱不到结果，就这首歌他让我给他唱了一下。然后包括我给前任写的歌，我会给他听，我说哎，这首歌是我给前任写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这样我们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。后来我去了广州，之后呢，因为那段时间直播，我可能有一点点遭受网络暴力，然后再加上就是一直在写歌，然后一直在那个悲伤的情绪里边，所以我就有一点点抑郁，然后我就去了其他的城市，去了广州嘛。去了广州之后，我就在那边就是租了一个房子。他知道我在广州之后，他就跟我联系，他说你怎么在广州啊？我说我来这边生活，他说我也在广州。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都没联系，结果我俩在同一个城市没想到我俩在同一个城市。然后就这样我们就约着见面了呀。现在约着见面，他就来找我，然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就是我那个时候我是比较内向的人，所以就不太善于言谈，所以大家见面没有太多的话可以聊。然后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我就说那走，咱俩去吃个饭，就在小区里边吃个饭。吃完饭以后，我们就分开了，然后一直就没有联系，一直都没有联系，直到2021年，从16年到21年5年的时间，我们其实都是有微信，但是没有联系。然后2021年我就来深圳了，我就来深圳开酒吧，然后我就发了个定位，我就说我开酒吧了之类的。然后他看见以后，他说你怎么在深圳啊？我说你也在深圳。他说对，你之前没看我朋友圈吗？我说没看。就这样我们又在深圳有遇到了，就缘分就是这样，我们居然在深圳有遇到了。然后他问我来做什么，我说我来开了一间酒吧。然后他说我说有时间过来喝酒。他说什么时候？我说那个看你时间。他说现在。然后凌晨2点多，然后他从南山到罗湖来看我。
我们约到酒吧下面的一家烧烤店，然后我就跟他吃饭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变化大不大？他说大，他说感觉你老了之类的。我说你一点变化都没有。然后我就跟他聊天，聊过去的一些事儿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现在怎么样？我说你对象跟你挺好的。他说对，跟他对象已经在一起5、6年了。我说你对象那这么晚你出来，你跟你对象怎么说的？他说他不知道。我说你出来半夜出来，你对象居然不知道吗？他说不知道，他睡着了。然后当时我就会觉得他俩的关系其实有一点点微妙，可能5、6年了，可能分开玩了呗，就是可能开放式关系，我也没多问。就这样，我吃完饭以后，我就说改天再见，我也没留他，他就回去了。然后从那以后，我们就恢复了联系，我就说没事你可以过来喝酒。就这样，有一天他说我带了人来给你捧场了。等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身边有3个人，加他一共4个人。那个时候我的酒吧刚开始，然后也生意也不是特别好，他能来我其实特别开心。然后他给我介绍说这个是他对象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惊讶，他为什么把他对象带过来了？然后但是他给我介绍他对象呢，我就是会跟他对象打招呼嘛。然后他对象是比他年纪大概大个1、2岁，然后是之前是深圳的某一个好像是 OPPO 还是 vivo 的高管，设计总监好像是。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戴着个眼镜，然后个子也不高，跟他个子差不多，也是1.7米左右，戴着个眼镜。虽然说长得不是我的菜，但是是顺眼的人。然后就跟我在喝酒，喝酒的时候我们就彼此了解嘛。然后他也是金牛座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这个人虽然说我们的关系有一点点尴尬，因为他不知道我跟他对象的关系，他也不知道，就是对他也不知道他对象瞒着他，反正就是关系其实有点微妙。但是他来了，然后我俩聊的就很投缘，就是就会觉得说，哎，真的土象星座就是可以聊到一起去。就这样我们就聊天，然后很愉快的喝了一顿酒。然后从那以后他就说，就是他对象就开始跟我联系，就是因为加了微信，他就说，哎，有时间可以一起的，就是唱唱歌啊，玩一玩啊，就是吃东西啊之类的。我说好啊。从那以后我就跟他还有他对象就是取得了联系。有一次他们约我在他家吃饭，他们在家做饭，然后邀请了一些朋友，我也在其中，我就过去了。因为可能我的社会阅历会多一点，所以我过去的时候我就带了一些酒啊，带了一些吃的，他们都没带，就我带了。所以这个行为可能在他对象的眼里就算是比较显眼的，然后比较加分的一个行为。所以我们就开始喝酒，喝的白酒怎么样的，然后就也是喝的蛮开心的。从那以后我们一起约着在外边吃饭，然后玩密室，然后去游戏厅跳舞，然后去看电影。我们就是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，但是都是4个人以上的活动。所以就是一来二去的，就在当时来讲的话，我刚来深圳这种情况之下，其实他们算是我最亲近的朋友。然后虽然说那个时候我已经做酒吧了，但是我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是不喝酒的。
然后就他们就蛮合我的胃口的一帮朋友。反正我就会觉得那段时间非常的充实，因为有朋友，真的。然后包括很多时刻我们都是在一起过的。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带着灰灰去他们家做客，然后喝红酒，喝到很晚，就很开心。然后就这样，本以为日子就这么过着，但没想到，第二年的，好像是第二年了吧？第二年的中秋节，还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中秋节，反正中秋节的时候，我们又是约着一大帮人到我酒吧喝酒。因为每次喝酒，其实她男朋友都挺大方的，在我酒吧里都会点2000块钱酒以上，然后就是让这几个人来捧场。然后那天点了4000多块钱的酒，然后喝的也比较多，他对象酒量可能也就一般，嗯，然后喝的比较开心，比较开心，然后我也有点喝多了，然后那个小朋友就去上厕所，然后我看着小朋友，他从厕所回来，我去上厕所，我俩迎面的碰见，然后我就因为酒精的作用之下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小朋友认识很多年的那个小朋友，我把他叫到一边，我亲了他一下。当时觉得很奇妙，就是他对象在里边喝酒，然后我居然在外边亲他对象，然后彼此就笑了，然后他就回去了，然后我上完厕所我也回来了，那个时候他对象已经喝多了，喝多，然后喝了一会儿就结束了，然后因为是那个中秋节嘛，所以酒吧我就做了很多的月饼，很多月饼，然后送给这些客户，然后我就给他们准备了2盒。等他们走的时候，其实就有点喝多了，然后喝多了，然后他们走的时候就陆续的跟我告别的时候，然后把他们送到电梯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哎，他们的月饼没拿，然后我就回去跟他取，我回去就取，然后他对象这个小孩的对象就跟我一起去取，结果他就跑在前面，然后就把2盒月饼拿在手里，然后因为就可能喝多了，然后就比较急，然后就他对象就没站稳，然后就可能抱了我一下，然后就亲了我的淋巴，亲了一下我的淋巴。我当时其实虽然说有一点点微醺，但是其实我是清醒的，对，我是清醒的。就同一天，几乎同一个时刻，